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今天我们观察到除了比特币还有 BLZ 之外的大部分山寨币都处在一个快速下跌当中。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昨天我就提出了2点那第一点呢，就是 ETH 对标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它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交易对是领跌了 1.57个百分点，而比特币的跌幅仅有 0.5个百分点证明着以太坊对标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那么我们知道比特币是主流币，那么以太坊也是主流币，但是以太坊代表着更多的山寨币的走势。那在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它处在一个下跌收敛三角形当中。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正不断的引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向下震荡。那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越容易发生变盘。那么它现在目前距离焦点还有一段距离，我们看到这个焦点位置大概是在12月份，但我认为10月中旬就是它近焦点的一个区域上，所以呢，目前它的这个趋势还没有发生改变，依然处在一个缓慢下跌的过程当中，也就意味着大多数山寨币都会跟随以太坊对标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的下跌而下跌，而与此同时呢，我大概讲了有3个月的 BNB 的下跌逻辑那 BNB 的下跌逻辑呢？我们之前讲了，非常简单。那对于 BNB 来说，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大一点，调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它有一段时期是在21年2月到21年5月份，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连续上涨。我们从它突破环涨段起算，它的最大上涨幅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396也就是14倍。那这段涨幅过程当中，经历了2年的震荡整理。将691.8美金到22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进行了区间上的完整回补，并且形成了收敛三角形在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这个位置上以横带跌通过了。但通过之后，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随着 Binance 平台被美国 SEC 的起诉在6月5日的这周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然后开始底部震荡其中有过一点反弹，这一点反弹呢是由于边平台上线了一些新币种，然后打新要用到 BNB， 所以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它的整体趋势在跌破220美金之后开始走坏，走坏之后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个人认为它在下方的空间将被打开。那么下方有没有支撑呢？我认为是有一定支撑的，这条支撑线源自于18年11月和20年3月这2个关键性的点位，两个点位连过来之后，在1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也就是说前面疯涨阶段出现的筹码空缺，最近要进行一定的回补，也就是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那你涨了这么多，涨得这么快，形成了筹码空缺，上方补到了经过1次下跌反弹上来，2次下跌反弹上来，3次下跌反弹上来前面691美金到220美金经历了回补过程，但是下方220美金到5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100美金到50美金这个区间可以不还了，可以不补了，但是220美金到1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我认为迟早要补上所以呢，虽然 BNB 是最重要的一个 CEX 交易所的平台币，但它的整体走势，我认为这段的行情意味着 BNB 走出了一段领跌行情。同时呢，我们可以把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打开来看，在周线级别上就更加明显。我们可以看到21年1月到21年5月，它走出了一段领涨行情，这段领涨行情是 BNB 相对于比特币来说表现最为突出的。后面一段缓涨行情通过急速下跌进行了回补，但是下方的这个区域完全没有进行回补到位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周线级别上，对于 BNB 来说已经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周线级别的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牛熊分界线169均线和144均线。那跌破之后呢，意味着 BNB 目前已经落后于比特币，已经领跌于比特币。在这样的趋势上，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 BNB 已经走出了2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洗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不能浮上水面，不能在周线级别浮上169均线的话，那么 BNB 未来回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回到 BNB 本身的价格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220美金到1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是非常容易进行一次回补的。那回补动作完成之后，我们将看到 BNB 平台落入黄金坑的这个位置。
那么 iCoin 上出现了一个新功能，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搜索榜上直接查到目前有哪些热门币种不用去翻币安上热门榜、涨幅榜这样呢非常直接简单，我们就可以看到最近比较热门的还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提到的PERP 这是最近最热门的山寨。那在这个币种上，我们看到一个对称性涨跌，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这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长出了144均线和169均线，成为一个标志性的 K 线，然后走8节阳线，两根阳线走完之后一路火花带闪电式的对称性下跌，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阴线，标志性的悟空阴线、8节阴线、杀死阴线，那下方可能会走一个逃生阴线，最终呢重新踩到0.54美金附近的169均线这个位置上。那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的这个对称性涨跌走的也非常明显我们昨天提到了，它是有可能在1.34美金出现一个悟空阴线之后继续下跌的。那悟空阴线走完之后，走8节阴线，沙僧阴线组出现了一个震荡反复结构，然后走唐僧阴线，然后第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洗修结束之后，目前正在走第二轮4小时级别下跌洗修的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组下方是有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所以呢，我们要辩证的来看首先我们就看到一路上涨之后，我们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你再次进场的一个理由是要小日线级别打到169均线，如果跌破之后要立即止损，止损之后呢要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才可以找到可以进场的位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距离现在的一个位置还是比较远，证明了它还是有一定的下跌空间。同时呢，在这种行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了成交量出现了一个爆量证明它在未来是有反弹机会的，因为散户无论是散户筹码还是庄家筹码都在这里面进行了充分的置换高度换手之后呢，如果能够打到一个支撑位附近是有机会出现反弹的这是必然的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所以呢，对于PRP 在未来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关注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在周线级别上上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未来呢在经历调整之后是有机会出现沙僧阳线、唐僧阳线8节阳线，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只是因为短时间内的它的涨幅过大，需要进行快速调整，并且呢这轮行情也非常有可能是除了庄家以外的游资进行的一个动作它要在快速拉高之后把这个筹码抛售出去拾回成本之后，在低位在别人不要的这个位置上把筹码重新捡回。对于 PERP 来说，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的最大跌幅达到了惊人的 98.8%， 这已经是相对于山寨币来说已经是超跌了。大多数山寨币在一轮行情完成之后是跌幅 95% 左右，它跌了 98% 以上证明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超跌这除了它本身的利空因素之外，还有超级主力对筹码因为筹码在这个超级主力或者这个项目方手里几乎是零成本的所以它一路抛售出去之后才在很低的位置才可能去吸收筹码。所以呢，本轮行情它的一个异动，第一个是吸收了筹码第二个呢，在高位换手把盘面砸下来之后锁定散户筹码之后再次进行拉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相对于股票来说虚拟货币的筹码更加集中，对于股票来说有吸锁、拉洗、抬阳、套杀的几个步骤，但是对于大多数山寨币来说吸收筹码这个步骤项目方因为拥有市场当中最多的筹码，所以几乎可以完全忽略掉因此呢，高位抛售一路下跌之后它在大多数散户把这个筹码交还回去之后还有机会做一波，特别是本轮行情出现了一个爆量之后，它有一定的热度，那么对称性涨跌对多头进行绞杀之后在支撑位附近它可能会重复这样的步骤然后再推起一轮行情对于这种结构在我们前几年 Luna 的 K 线上就经常看到，包括今天出现了一个新低的 Matic 上在之前的这些次新币种上，在4年之前的这些次新币种上非常多的出现。所以呢，急速拉升对称性下跌并不是带给我们伤痛的一个机会，而是考验你更多人性，考验你在低位能不能掌握在技术面掌握这个低点的一个更多的机会，也可能是更好的机会。这些机会呢，可能是在今年仅有一回因为我们认为24年就是一个牛市24年、25年都是一轮牛市，而23年从现在开始，距离比特币见底、以太坊见底、BNB 见底已经时间不是很多了因此呢底部位置的巨大波动往往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